我们都知道，通常男性的坏习惯要比女性多一点，而且男人平时呢不爱保养自己，这样就会影响身体健康。对于寿命长的男性，通常会有一通两静的特征。第一个，血管通，血管遍布我们全身，血管通畅，身体才会健康。但是男性一些不好的习惯会导致呢血管堵塞，引起各种心脑血管疾病，所以血管通畅的人也比较容易长寿。平时保养血管要多运动，也可以常喝苦荞茶，对疏通血管有帮助。第二个，肝脏静，肝脏有重要的解毒排毒功能，如果肝脏受损，体内堆积毒素就会诱发各种疾病，影响寿命。所以只有肝脏干净健康，这样才会离长寿更进一步。平时保养肝脏要少熬夜，保持一个愉悦的心情，这样肝脏才会感谢你。第三个，肠道静，肠道呢也是容易堆积毒素垃圾的地方，如果肠道不干净，就容易出现肠胃疾病，这对健康也是不利的。所以肠道保持干净，也更容易长寿一些。平时保养肠胃呢，可以多喝些水，能冲刷肠道，让肠道更健康哦。中很多人饮食作息不规律，喝水少，不爱运动等，这些不好的习惯都可能会引起便秘。那我们该怎么判断是不是便秘呢？大家可以看看自己一周的排便次数，如果每周排便少于3次，那么就可能是便秘了。除此之外，还可能会有大便硬结、总感觉排不干净等。所以呢，大家要及时的进行调理，可以试试常吃两物。第一种，红薯。红薯大家呢都很熟悉了，红薯中含有丰富的纤维素，可以促进肠胃蠕动，所以经常的吃一些红薯，能够帮助润肠通便，改善便秘。第二种，糙米。糙米也能很好的改善便秘，糙米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、维生素和微量元素，经常吃也能够帮助排便。除了这两种食物，经常的用大麦茶和番泻叶泡水喝，也能够帮助预防和改善便秘。大家都知道，如果患有糖尿病，最担心的就应该是它的并发症，所以一旦血糖升高，要好好控制血糖。在我们身边就有食物胰岛素，大家可以换着吃。一、银耳。银耳被称为平民燕窝，营养价值很高，其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氨基酸，不仅可以美容养颜，还有促进胰岛素分泌的作用。经常吃一些有助血糖稳定，预防并发症。二、石斛。石斛是常见的中药材，具有很多的功效。石斛呢能够刺激胰岛素的活性，经常用来泡水喝，也能起到稳定血糖的作用。三、苦荞。苦荞大家都很熟悉了，苦荞营养价值高，其中含有黄酮类物质，能够促进胰岛细胞恢复，对于血糖高的人来说，能帮助很好的控制血糖，所以可以经常的吃一些。温馨提示：食物只能够帮助辅助降糖，还是要以药物为主，这样才能让血糖回归正常状态哦。长命百岁是很多人都追求的，那么对于男人来说，容易长寿的人会有哪些特征呢？下面我们来看一看。第一个，睡眠好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身体的各项机能都开始下降，这时就可能会出现失眠的情况。那长期失眠对身体的伤害是很大的。但如果你睡眠还非常好的话，这样有利于身体自我修复，对长寿也有帮助。第二个，血管通畅。俗话说，人与血管同寿。现在很多老年人都被心脑血管问题困扰，对寿命呢有很大的影响。但如果你血液不粘稠，血管通畅，说明身体还很健康，可能容易长寿。那想要血管好，建议大家呢可以喝点苦荞茶，就有通血管的作用。第三个，保持好心情。很多男性到了中年后，容易呢发脾气，经常脾气暴躁的人很容易出现失眠、精神差的情况，而且生气还会导致各种疾病出现。所以呢，保持一个好的心情，学会呢释放压力，这样对长寿才有帮助。疫情当前，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的肺部好不好。其实呢，肺不好会有一些信号，比如经常的胸痛、频繁咳嗽，或者呼吸困难。除了上面这些，下面呢教大家通过憋气来测试你的肺好不好。那肺部健康的人那么肺活量也会很大。大家呢可以先深吸一口气，然后憋住。若你能够憋住超过50秒的话，说明你的肺活量很大，肺部也算比较健康。
但如果你连30秒都很难达到的话，那么就要小心肺部可能不太健康了。那建议大家呀，可以到医院的检查一下，如果肺部没有问题是最好的，但如果有问题的话，大家需要呢及时的调理，这样才能还我们一个健康的身体哦。那么在这个特殊的时期，大家要学会保护自己，少聚集，勤洗手，出门戴口罩，注意消毒，在家要多开窗通风。疫情期间呀，我们外部防护呢是很重要的，比如戴口罩、勤洗手、经常消毒等。那除了这些呢，提升自身的免疫力呀，也是重中之重哦。大家可以多补充3类营养。第一个呢，多补充蛋白质。想要提高免疫力，多补充蛋白质啊是很重要的。蛋白质可以帮助机体组织修复，提高机体的免疫力。比如鸡蛋、鱼类、牛奶等都可以帮助补充蛋白质。第二个，多补充维生素 A。那生活中啊，富含维生素 A 的食物呢有很多，比如这个蛋类呀、奶类等，这类食物能提高机体对蛋白质的利用率，提高免疫力，预防病毒入侵哦。第三个呢，多补充铁元素。那我们吃的动物肝脏、木耳等都含有丰富的铁，经常的吃这类食物能增强吞噬细胞和白细胞的生理功能，对提高免疫力也是有帮助的。由于新冠病毒的突然到来，让我们出门呢都不得不戴上口罩。但是现在呢，口罩很短缺，我们又买不到，这该怎么办呢？那自己家的口罩还能够反复的使用吗？正常情况下呀，口罩啊是不能够重复使用的。但是呢，如果你没有去人多的地方，只是出门买个菜，口罩呢是可以重复使用的，但是建议大家呀不要超过5次。那下面呢再教大家呢2个消毒的方法。第一个，紫外线消毒。紫外线消毒对口罩的损害呀是最小的，所以呢，如果有条件的话，建议大家呢进行紫外线消毒是最好的。第二个，高温消毒。那经研究，新冠病毒在温度达到56度时是可以被杀死的，所以呢，大家可以选择用烘箱，温度56度以上，坚持30分钟，给口罩进行消毒。那上面的这2个方法呀，希望呢可以帮。在现在这个特殊时期，为了不给国家添麻烦，我们唯一能做的呀就是待在家里。但是生活还得继续呀，必要的时候还是要出门买菜。那么有的人就会担心买回来的菜和肉上面会不会沾染病毒呢？其实呢，并不是没有可能，但是呢，可能性很小，因为冠状病毒在空气中存活的时间啊是非常短的。但是呢，出于安全起见，大家要注意2点。第一是买回来的蔬菜和肉要彻底的清洗干净，而且在烹调的时候需要呢把食物煮熟煮透了，这样呢就可以杀死蔬菜中的细菌和病毒了。第二呢是出门买菜的时候一定要佩戴好口罩，还有避免与人接触，尽快的买完菜回家，回到家之后呀要及时的洗手，这样呢可以帮助我们大大的降低感染冠状病毒的几率哦。所以大家呀只要做的正确，那么就无需太过担心了。虽然建议大家疫情期间尽量不要出门，但是复工在即，出门买菜这都避免不了。这时身上3个地方最容易隐藏病毒，大家记得回家一定要及时消毒。第一个地方，穿的外套。因为新型冠状病毒会在空气的气溶胶中存活，所以呀，我们的外套很容易沾上病毒。那么回到家之后，大家呢就要及时的给外套消毒。第二个地方，鞋子。我们的鞋子呀也是很危险的，如果感染者吐痰不小心呢被你踩到，那么鞋子就可能会沾上病毒，所以鞋子消毒也是很有必要的。那回到家最好呢把鞋子脱在门口，不要放到屋子里。第3个地方，双手。我们双手接触的事物比较多，所以双手是最容易沾上病毒的。那么大家外出回到家之后，一定要记得洗手消毒，不要用手揉眼睛、摸脸、抠鼻子，要不然很容易感染上病毒哦。所以希望大家平时呢还是要做好预防工作，勤洗手，多消毒，每天开窗通风，出门戴口罩，这样才能够保证好自身的安全哦。现在呀，因为新型肺炎的缘故，全国的人民呢都被要求尽量的不要出门。那么整天呢憋在家里没事儿，有的人啊就开始睡觉，睡的呢是昏天暗地、黑白颠倒，
其实这样时间长了可能会给身体带来一些坏处哦。那第一个会增加心脏压力，在疫情期间有很多朋友出现晚上不睡，白天睡觉的情况，那这样不规律的作息会给心脏带来伤害，尤其是中老年人要多注意。那第二个会有头晕头痛的情况，如果你在床上躺的时间过长，或者睡觉的时间太长，当你醒来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身体更加的疲劳了，而且还容易出现头晕头痛的情况。第三个会引起肥胖，如果你每天都是吃完了睡，睡完了吃，那么势必会让体内堆积大量的脂肪，从而引起肥胖，对身体健康不利哦。所以大家在家一定要保证有规律的作息，每天睡觉时间在6到8个小时就行了，最好能够做到早睡早起，这样身体也会感谢你哦。好啦，就唠到这儿吧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，下期见，拜拜。